DNA 里的八卦与人性。猛哥，邓亚军博士，您好。我们先来聊聊您现在从事的 DNA 鉴定师这个职业。最初认识您是通过一个疯传的视频。作为 DNA 鉴定人，您鉴定出一对双胞胎属于两个爹。邓老师，我做了17年亲子鉴定，碰到过最不能接受的案子就是这种。从业这么多年，碰到过2例。大约10年前，我鉴定过一次，印象特别深，是一对龙凤胎。爸爸怀疑这2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这对双胞胎是异卵双生，不像同卵双生双胞胎，检测一个就可以，2个都得做检测。结果出来，其中一个孩子是他的，另外一个不是。父亲当时哭笑不得，你能理解吗？如果我知道这2个孩子都不是我的，或者都是我的，都有相对简单的处理方式，但一个是，一个不是，你说怎么办？猛哥，您当时怎么通知他的？感觉不好开口啊。邓老师，我们必须要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会在他们来现场拿报告的头一天电话通知。因为电话里我可以不用顾及他们的情绪，他们哭或是笑都没关系。当然也有那种不接电话直接来，上门就打起来的情况。猛哥，你们会紧张吗？邓老师，会紧张。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天大清早，不到8点，一个女的带了2个男的来取鉴定报告。我们搞不清3个人的关系，不知道谁是她丈夫。当时负责接待的同事把他们的亲子鉴定报告找出来之后，特意看了一下，报告是支持的结果。因为有2位男士在，不好递交，就只好把报告递给了那位女士。猛哥，支持就是亲生的意思吗？邓老师，表示检测报告里涉及的父亲和孩子，检验结果支持他们之间有亲生血缘关系，也就是支持他们具有亲子关系。报告交给这位女士后，她正在看，其中一个男的就把鉴定报告给夺过来了，看了一眼，写着支持某某是某某的生物学父亲。他直接一拳就挥向了对面那个男的，第2拳就挥向了这个女的。猛哥，这一下就知道谁是老公了。邓老师，我们这时才知道打人的是丈夫，而鉴定是孩子跟挨打的男人做的，支持他们的亲子关系，就证明这个孩子并不是婚内丈夫所生。
这才导致丈夫暴怒打人。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气愤，但我们那位接待的工作人员怀着孕呢，吓得就赶紧往回躲。他打完之后，估计也知道在鉴定机构这么闹事不太合适，捡起报告就走了。猛哥，这种情况多吗？邓老师，类似情况不常发生，但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还是会经常遇到。比如一家好几口来做鉴定，情形就更加让人觉得意外了。猛哥，一家好几口？邓老师，丈夫、婚内妻子，另外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猛哥，正房来干啥呀？邓老师，他来付钱呢，要搞清楚结果。然后他心里郁闷，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他们还要他来养，他还得来付鉴定的钱。付完钱之后，他想不通，要从我们的楼上跳下去。猛哥，他为什么付钱？做慈善吗？邓老师，她要帮她老公证明这个孩子是她老公的，所以钱交得非常不甘心。猛哥，我觉得你们跟家属沟通的这个房间以后最好改在1楼。邓老师，我们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有2扇门，他要跳楼得都拉开。我觉得他来做鉴定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周围的地形探查好了。他拉开2扇门，踩着一个东西站到窗子上边了。猛哥，拉架拉人什么的是不是常事？邓老师，对，这是常态。猛哥，有没有那种不承认的，感觉下不来台了，就说你们肯定验错了？邓老师，有啊，有的律师就强词夺理。猛哥，还带着律师去呀？邓老师，天哪，有人开着奥迪 A8 带了7、8个律师，其实就是不想付钱，这种事情也很常见。猛哥，7、8个律师，这是什么样的故事？邓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亲子鉴定。这个奥迪男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可能也没领结婚证，但这个女人家里比较有钱，就帮着他，陪他创业。到现在他有了5家上市公司，当然我们只是听说，总之他不差钱。然后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生了孩子，1分钱抚养费也不出。后来在公司又交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就相当于他跟孩子的妈妈黑不提白不提。他们俩的孩子应该都有11、12岁了。他们带这个孩子来做鉴定，就是为了抚养费的事儿。法院委托做鉴定，这个奥迪男因为太有钱了，带了7、8个穿西装打领带拎着公文包，就那种精英打扮的律师，在我们会议室坐着。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这些都是
陪同人员，他搞这么大正事，带着孩子来做鉴定，其实心里门清，这小姑娘就是他的孩子，但他不愿意承认，连每个月500块钱的抚养费都不愿给。在现场，这个女人气得不得了，直接和这个男人打了起来。我能理解她的气愤。猛哥，这是真正的渣男。邓老师，所以他诉诸法院，法院委托做鉴定，两人打起来的时候，女的直接把奥迪男的手机从我们3楼扔下去，恨不得把他的钱包也从楼上扔下去。我们都能看到钱包里有好多卡。那个男人也在挑衅，说你看看，我有这么多卡，这么多钱，我就是不给你。猛哥，太烂了这个人。邓老师，关键是那个小姑娘表现得特别淡定，我估计她是看惯了她亲生父母的争吵，她就坐在旁边看书，再大的动静都没太多反应，甚至于这个男人把女人摁在墙上，恨不得要掐死她。小姑娘抬头看了一眼，还是继续低头看书。猛哥，这孩子心里肯定也挺难受的，他们这得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啊！那7、8个律师都没拉一拉。邓老师，那些律师都懵了。猛哥，我觉得这种大场面真的不是一般人见过的，太奇特了。你们当时是什么反应？邓老师，我们最多就是作为吃瓜群众看一看，也干不了别的。猛哥，鉴定报告最终你交给谁了？邓老师，最终还是奥迪男来取的，因为绝对是亲生的。猛哥，现在也是现场取报告，没有那种电子报告吗？邓老师，电子报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我们的报告有明确要求，必须是纸质报告，并且要有钢印章、红章、骑缝章，鉴定人的签字，缺一不可。电子报告无法作为呈堂证供，当然只是自己想要知道检测结果，我出具一份电子报告也没问题，但真正的呈堂证供是不能用电子版的。猛哥，邓老师做 DNA 鉴定这些年，乱伦的事见了不少吧？邓老师，不少。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爷爷奶奶抱来个1岁的脑瘫男孩，他没有自理能力，老人抱着他的时候，他就只能躺着。正常的1岁小孩基本上能活蹦乱跳了。老人把孩子放在我们会议室大桌子上，说是爷爷要和孙子做鉴定。我们就问，孩子的爸爸呢？回答说出车祸死了。那孩子妈妈呢？他们说妈妈不要这个孩子，扔给他们家就走了。他们就想证明这孩子是不是他们家的。对于亲子鉴定，我们必须例行询问很多细节，比如有没有近亲生育的可能。这个案子奇就奇在，孩子的爷爷是双胞胎，孩子的爸爸也是双胞胎，而且都是同卵双生双胞胎，他们和各自兄弟
都长得非常像。猛哥，这么奇特？邓老师，我们当时就说这种情况比较特殊，结果出来我们没办法排除这个孩子是爷爷兄弟或是爸爸兄弟的孩子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要让他们签署一份知晓声明。这个爷爷坐那儿就没吭声。奶奶说他们不怀疑自家人，跟自家人没关系。我们问那怀疑谁呀？他们也只是说怀疑别的事。不再说了，做出来的结果是他们没有爷孙关系，男孩根本不是他们家的孩子。猛哥，这也太奇怪了吧。邓老师，后来爷爷奶奶两人抱着孩子来取报告，得知没有亲子关系，奶奶就恶狠狠地说，我终于知道是谁了。我问他是谁呀？奶奶就说是孩子的姥爷。我们愣住了，问他怎么会怀疑姥爷呢？姥爷是妈妈的亲爸爸呀。猛哥，对呀，是父女啊。邓老师，奶奶说就是这么怀疑的。我问那怎么证明呢？奶奶说你们帮我一下吧，我们要打官司。打官司心里得有底，也就是说，首先他们要证明男孩确实不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得知道他是谁的孩子，才好去跟那人打官司。我告诉奶奶，如果认为孩子是姥爷的，得有办法拿到姥爷的 DNA 样本。她说没办法，不过得有办法拿到姥爷的 DNA 样本。她说没办法，不过提到他们两家就在一条街上面对面住着。猛哥，那有什么办法吗？邓老师，我说很简单，姥爷抽烟的话，跟着捡他几个烟头拿过来就行。这个奶奶一听我这话，眼睛一亮，回去真的这么做了，跟小脚侦缉队队员似的，跟着这个老爷捡了5个烟头给我们拿过来了。你猜猜结果是什么？猛哥，对上了呗。邓老师，检测结果显示这个孩子跟那5个烟头有父子关系，也就是说这小孩就是他妈妈和姥爷的亲生孩子。猛哥，太乱了，这位奶奶什么反应啊？邓老师，奶奶其实都猜到了嘛，我只是帮她做验证。他们在一条街斜对面住着，这个老爷有3闺女，老伴死了，街坊邻里都说他跟3闺女不清不楚的。猛哥，太变态了，这个小孩的父亲是真死了吗？邓老师，确实是出车祸死了，这件事可以说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出车祸一死，妈妈就不要孩子了，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是脑瘫，他把孩子丢在家里，自己就走了。可是这孩子你凭什么丢在爷爷奶奶家呢？他甚至跟爷爷奶奶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猛哥，乱到这个程度，你们也惊了吧？邓老师，还好吧，这也不是第一例了。我2003年开始做亲子鉴定，就头2、3年比较感性。我还记得2007年前后，社会上对我们全是质疑的声音，媒体报道说某些鉴定机构故意宣传什么亲子鉴定排除概率有多少多少。猛哥，质疑什么？质疑鉴定不准？邓老师，质疑我们这个职业专门破坏别人家庭，
是伤害别人家庭的元凶。猛哥，但你们只是提供一个客观事实。邓老师，当时环境就是那样，包括我的朋友见了我都问，今年又破坏了多少个家庭？他们就认为我们给出的结果可能导致人家家庭分崩离析。我承认这一点，但问题是，没有我们的鉴定结果，他们家庭就会好吗？我们的鉴定就是一种技术手段，他们想要做才会做，并不是我上人家里问他们要不要做鉴定啊。猛哥，所以您到底破坏了多少家庭？统计过吗？邓老师，刚工作那几年我做过统计。2004年我们一年做了600例亲子鉴定，亲子关系的排除概率是 28%。第二年我们做了1700例，排除概率是 23%。2006年做了差不多3000例，排除概率在 27% 左右。到2007年一年做了近4000例，排除概率也在 20% 以上。后来我就不愿意去统计排除概率了。猛哥，现在每年是不是得至少检测1万例呀？邓老师，差不多。2011年之后每年都有上万例，因为我们国家有户籍政策，如果一个孩子在婚前出生或不在医疗机构出生，上户口的时候要补出生医学证明，这就需要亲子鉴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有不少二胎的孩子都10几、20岁了，还要来补出生医学证明。这些户籍类鉴定多了，总体排除率就降低了，但排除案例的绝对值是增长的。猛哥，这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不是社会上戴绿帽子的事越来越多了？邓老师，我觉得不能这么说，而应该理解成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观念更加多元化、开放了。比如一对双胞胎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案例，造成这种结果，推测一下，这个妈妈在很短时间内不仅跟爸爸一起同过房，还跟另外一个人同过房。猛哥，有多短？邓老师，差不多10小时之内吧。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妈妈这个月同时排了2颗卵，这2个男人的精子各有一个分别跟这2颗卵子结合，而每个男性每次排出的精子数量是上亿的，所以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猛哥，而且还健康的生下来了，都算是生命的奇迹了。但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毕竟当时是在已婚状态下。邓老师，是已婚状态，但他们是先办酒席生孩子，过后才想起来补办结婚证。这种情况现在好多地方也还有。他们当时来做这对双胞胎的亲子鉴定，就是为了补办结婚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等一系列民政户籍手续。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怀疑什么。猛哥，妈妈去做鉴定之前，其实心里边是不知道这个事容易穿帮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生了对双胞胎，根本不会有什么可怀疑的。当时做检测是2口子一起来的吗？邓老师，对呀。猛哥，出结果后你是怎么跟他们沟通的？邓老师，我们就打电话实话实说。有时候解决一件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说，告诉他这2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跟父亲有亲生血缘关系，另一个没有。猛哥，那他的情绪
有没有崩溃？邓老师，当时没有感觉到，后来我们回访了。猛哥，离婚了吗？邓老师，那个家庭跟父亲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把户口报到了父亲名下，另一个报到了母亲名下，然后一家4口继续幸福的生活着，意外吗？猛哥，他们要能接受，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邓老师，对呀，其他人瞠目结舌，但他们无所谓，不是我的孩子就不是我的孩子呗。猛哥，他们也可能并不幸福，只是没有表现出来。邓老师，至少我们知道这一家4口还在一起生活，这个家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支离破碎。猛哥，还有什么奇怪的案子吗？邓老师，有一个亲子鉴定的案子，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有一天来了一家5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孙子，小孙子才5岁。这家人带着大包小包行李，从湖北农村一路赶火车到北京。我们在顺义空港科技创业园区，很偏远，他们从北京站要倒几趟地铁，还得走路才能到我们机构。他们当天来得很早，早上7点多就在门口等着。我们前台很大，来了之后，行李恨不得把我们前台一半都堆满了。爷爷跟我们的接待人员介绍了家庭情况，他说家里就自己和小孙子算是比较正常的，其他3个人精神有些不太正常，看起来有点傻，所以街坊邻居都说这个孙子才是他的儿子。来我们这儿就是要做鉴定，证明他的孙子就是孙子，不是他儿子。必须拿到报告回去给村里人一个交代。猛哥绝对是憋了很大的气，不然不会跟西天取经似的跑这么远。邓老师，对，一路风尘仆仆，而且我们也确实能看出来，那3个人的精神真的不太正常。然后我们就给爷爷、儿子、儿媳妇、孙子4个人做了取样，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人傻了，过来找我，因为结果是这个孙子就是他爷爷的亲生儿子。猛哥，我觉得这样的事你们肯定见过不少，但像他爷爷这种自投罗网的，到底是什么心态呢？邓老师，我也想知道呀，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我觉得这个人不必在现场表演出那样一个人设，其实来了就做一个鉴定而已，对我们来说无所谓。这些故事什么的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猛哥，都到这儿了还演呢，最后通知他们结果的时候有什么反馈吗？邓老师，我们后来打电话通知结果，告诉他跟他的孙子有亲子关系。爷爷特别淡定，说哦，知道了。可能他本来还不确定，这下更加确定了。但自己跟儿媳妇是不是有染，自己能不知道吗？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大动干戈带着一家人来做鉴定的动机。其实他自己带着孙子来，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直接说要做一个亲子鉴定就完了嘛。这种父亲年龄很大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常见，完全不用摆出那种人设。猛哥，还有其他的案例吗？邓老师，我们2004年的时候做过一个案子，也是5口人。从法律的角度上是爷爷、爸爸妈妈、孙子孙女的关系，人家直接坐飞机飞北京来了，就说要鉴定一下我孙子孙女是不是我儿子我姑娘。
最后鉴定结果出来，爷爷就是这2个孙子孙女的亲生父亲，他儿媳妇就是这2个孩子的亲妈，他儿子相当于是这2个孩子的哥哥，人家来就大大方方说要做个鉴定。猛哥，我的天哪，您这些年对于爱情、婚姻和性等等奇葩事情见多了，有没有对婚姻关系产生一些新理解？邓老师，我还是很传统的人，我想要理解，但我理解不了。猛哥，这是不是唯一一个能看尽中国恋爱、婚姻、家庭乱象的职业？邓老师，还有法官吧，我有个微信群，群里都是律师和法官。有一天我说我真受不了了，怎么碰到一个姑娘跟亲爸爸生了一个孩子，还这么恬不知耻，跑来检测。当时就跳出来一个法官说，这种事10年前就有，我就判过这样的案子，判完之后把我恶心死了。这是很颠覆三观的事情，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猛哥，真的是想不通。邓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案子，有一天一个老头来找我们说，哎呀，我得找你们求助，我要做个鉴定，但这样本我怎么取呢？我问他要跟谁做鉴定，他说跟女儿的男朋友，2人准备结婚了。我觉得准女婿有可能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可像了。猛哥，世界这么小吗？以前港台言情电视剧里经常有这种情节，你们不能结合，你们是亲生兄妹。邓老师，我们就告诉他，让他准女婿抽根烟或者嚼口香糖，这些方法都能取到样本。老头后来就把那个样本拿来了，是这个准女婿的烟头。他还说准女婿那段时间不抽烟，他特意买了好烟硬塞给准女婿的。我们把烟头拿回来之后一做检测，准女婿真是他亲儿子。准女婿真是他亲儿子。猛哥，啊，真有这事儿啊？那是他多少年前种下的果，他们是不是村子不大啊？也没多少人。邓老师，准女婿应该是邻村的，但是巧就巧在自己姑娘看上人家，把人带回家准备结婚了。猛哥，捡几个烟头就能做 DNA 检测，我们做一次检测大概需要多大量的 DNA？ 邓老师，我们不说 DNA 的量，一般黄豆大小的一滴血或成年人的一根头发就足以做一次 DNA 亲子鉴定了。猛哥，皮屑什么的可以吗？邓老师，可以啊。猛哥，比如说我到一个人上班的工位，是不是完全可以采集出来足够的量？邓老师，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比如说我把一杯饮料喝完，杯子留在这儿，你在我喝的地方拿棉签一直擦，就可能收集到足够检测的量。 DNA 收集方法是多样的，有好多人就直接拿牙刷来。我们还做过一些交管局的案子，驾驶人员在碰撞的过程中气囊弹出来，就跟他碰了一下，办案人员把气囊送过来，我们通过技术可以把气囊上的脱落细胞收集起来，跟当事人的做比对。猛哥，这个是为了解决顶包的问题吗？邓老师，对，车祸当时谁是驾驶员，这对案子的走向，接下来如何调查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脱落细胞我们肉眼不可见，要通过特殊的方式把它收集起来。交管局这样的案子很多，因为可能这个人身上没有流出明显的血液，但他却受伤了，就会送气囊来检测。猛哥，
DNA 检测有没有法律的边界？比如说，有人跟自己亲兄弟争家产，怀疑自己弟弟不是他爸亲生的，我把他的手机壳偷偷拿过来，抠下点皮屑进行检测，这是可行吗？邓老师，从技术上说是可行的，但从法律程序上不对。谁是委托方？你凭什么委托？猛哥，我需要怎么证明呢？邓老师，你要拿委托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来做。正式的司法鉴定一定是有严格流程的，而且我们要当面拍照。猛哥，如果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去测一下可以吗？邓老师，比如你带着你们家孩子的2根毛发来做鉴定是可以的，但是鉴定结果中只会写检材1和检材2有或没有生物学父子关系，我们不知道提供的检材1、检材2样本分别是谁的，我们不对他们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我不识别样本是谁的，那么我出具的就不是一份正式的司法鉴定报告。猛哥，明白，你们给出结论说这2根头发有关系，但是头发从哪来的不知道，跟你们没有关系，但这样已经足以解决鉴定者的很多疑虑了。邓老师，是的，但我们也会碰到有人调包，调得特别巧妙。猛哥，啊，这个感觉是碟中谍电影式的行为。邓老师，如果不是我们抽丝剥茧，发现一些细枝末节，这情况我们都发现不了。猛哥，你们服务范围太广了。邓老师，因为我们太八卦了吧。有一天，一对衣着光鲜的夫妻带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来做亲子鉴定，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司法鉴定报告，就是夫妻俩想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我说，既然一家3口都来了，现场采血就行。然后爸爸就说，哎呀，别采孩子的血了，咱不是在家把孩子的头发都拔下来了吗？就用头发做鉴定吧。猛哥，很合理啊。邓老师，是很合理，这个母亲就把头发拿出来了，要检测这根头发跟父亲的有没有亲子关系。他不是说头发是现场这个小男孩的吗？我们一做，结果没有亲子关系，问题大了。猛哥，什么问题呢？邓老师，头发跟父亲的没有亲子关系，但我们发现了不对劲，因为委托人是妈妈，我们就联系她，跟她确认头发是不是那天那个小孩的。她说是的。我们又问，确定是从她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吗？她说是啊，但我们的结果显示这根头发是个女孩的，不是男孩的。猛哥，啊？邓老师，可能大多数来做鉴定的人不知道 DNA 检测是有性别位点的，我们可以知道样本是男是女。我就问他，如果这根头发确定是从带来的小男孩头上拔下来的，那么这个男孩出生时就有性别缺陷，可能缺 Y 染色体，要不要再做一次？这个妈妈想了半天，让我们先别做了，等她再想办法。过了几天，她又拿来2根头发，我们拿这次的头发跟父亲的数据一比对，确定是亲生关系。这个妈妈当场就哭了，崩溃了。猛哥，啊，听不懂。邓老师，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这位妈妈因为身体有病，做过手术，不能生孩子，但她又想要孩子，她老公就说给她抱回来一个孩子养，她以为老公说着玩的，结果老公真的抱回来一个男孩，她悉心的把那个孩子养大，别人都说
这个孩子怎么跟她老公越长越像？猛哥明白了，邓老师，是真相。你看她的相貌，一些言行举止，应该是天生的遗传的东西。她就产生了怀疑，问她老公，这孩子到底哪来的？猛哥，这个反转太大，她老公这套操作可太超出我的认知了。邓老师，这个妈妈越养也越觉得孩子跟她老公像，后来她闺蜜就给她出主意，做个亲子鉴定，别自己在那儿纠结了。她就跟她老公说，她老公一开始劝她别做，抱来的孩子跟谁做鉴定呢？她说要求个心理平衡，最后她老公被她说服了，就过来做鉴定。后来的细节是经过她回忆我们推测的。他们夫妇俩当面拔下这孩子的几根头发，放在一个信封里，过来的时候把车停在我们楼下拐角的地方，两人带着孩子一起上楼。妈妈上楼的时候就把信封拿出来了，她老公顺手接到手里，然后让她去车上给孩子取个东西，她也没在意，就回到车里拿东西。她老公估计就在这时候把头发掉了包，但是他掉包掉得不高明，拿了一根女性毛发的样本，要换个男孩的，这事估计就瞒天过海了。猛哥，你们能看出来这个样本的年龄吗？邓老师，看不出年龄。猛哥，所以他可能随便拿了根女性的头发。邓老师，对。猛哥，确实有点不严谨，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邓老师，但我觉得即使这次瞒天过海了，1-2年之后，这女人也可能就会偷他俩牙刷，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猛哥，他们两口子是干嘛的？邓老师，男的是做生意的。这个妈妈知道这个孩子是她老公亲生的之后，回去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什么也没解释，带着孩子就走了。过了2天把孩子送回来，这个孩子说，妈妈，爸爸带我见新妈妈去了，那个新妈妈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猛哥，啊？邓老师，然后这个妈妈找人调查发现，因为她不能生育，她老公就跟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了3个孩子，老大生完交给她养着，她老公和那个女人还有一个家，房子比他们家房子还大，还有2个孩子，最后2个人就离婚了。猛哥，哎呀，谁是原配？邓老师，这个妈妈是原配，就因为她有病不能生育才出了这事。其实他们2口子当年是一起创业的，创业过程中她怀过2次孕，当时住在出租屋，觉得生活颠沛流离的，就都没要。等她老公创业差不多成功的时候，她得病了，把子宫切了，她肯定特别遗憾，自己当年可以生，为什么没有生？她老公就说，抱回一个孩子养呗。谁知道她老公这么肆意妄为，抱回来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猛哥，我觉得这件事对孩子的亲生妈妈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邓老师，有一种人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这个妈妈对第三者生的孩子很好，孩子抱回来之后她悉心抚养，而那个女人知道孩子跟她亲生爸爸在一起，那个妈妈对她又挺好，有什么不放心的？猛哥，邓老师，我觉得一般女性不像您想的这么开，邓老师看得多了，想不开会郁闷死的。猛哥，我很好奇的是，他为什么拿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哭了？其实这个结果他应该是早就判断到了。邓老师，委屈啊，他得多委屈啊，后来就离婚了。
猛哥他为什么不及时止损？他可以相信一套逻辑，我不测了，因为我没法生孩子，现在有一个孩子就养着，因为我想要的是孩子嘛。邓老师，你说的也代表一种观点。猛哥，其实她最后只想论证她老公到底对她撒了多大的谎。邓老师，后来在她要离婚的时候，她老公是不愿意的。他说，你想要一个孩子，我给了你一个，而且这个孩子还跟我有血缘关系，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不觉得这个回答很无耻吗？人不能这样。当年妻子陪他创业，一起度过艰难时期，现在用这么一个弥天谎言来欺骗妻子，自己在外边还有一个家。这个女人自己不上班了，也算是个阔太太。在她发现她老公还有另一个家之前，她老公每天晚上一定回家，她每天都给她老公留一盏灯，晚上她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关，她要的是一种家的感觉。现在她的老公把她的整个世界给颠覆了，每天看到这个男人，知道他出轨，有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啊！猛哥，她老公这个谎言真的太大了。